不要499，不要299。谁能想到赵露思新剧最新一集里的许妍会从豪门阔太沦为带货主播？看到她疯狂啃食鸡爪的模样，除了心酸还有心疼。沈浩明其实早就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之所以能容忍视而不见，就是因为他曾经结过婚，并且还有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就是所谓的弟弟沈浩辰。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亲戚，可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容不下我的儿子。难道你一开始接近我，不是别有用心吗？很多人不明白沈浩明为什么会选择草根出生的许妍当妻子，即便知道对方欺骗也百般容忍。有个儿子是客观条件，主观上他更希望能借助许妍电视台主持人公共身份来帮他营造正面形象，增强公信力。另外许妍也的确很有能力，很好掌控。就比如这次为了拿下远航基金的蒋云，许妍知道对方曾经也当过记者，于是便在晚会时故意迟到并身穿工作服，目的就是想要找对方套近乎。可在职场早已成妖的蒋云又怎么会看不出来他的别有用心？去我的休息室，我有几套备用衣服。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太感谢了。蒋云虽然知道他想接近自己，但更想知道他为了接近自己能做到什么地步。这也许就是成功者占据绝对优势的心理。看到焕然一新的许妍，蒋云感叹这个沈浩明还真是好命。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真的是贤内助。蒋云若有所指的贤内助暗示，让许妍心里有些苦闷，因为她不光想成为贤内助，更想自己成为豪门。可心里的苦闷周围却没有人能安慰，她只能独自一人消化掉这些情绪。其实眼下这种情况，许妍可以想别的方式缓解失落，她可以把那些现实的失落吐露到社交平台，像搜里的人愿意花时间倾听你的心事，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情绪，这里的人会给你支持和鼓励。瞬间广场上有很多跟你感受相通的灵魂，有了陪伴或许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想治愈坏情绪，我推荐搜。船是自己，灯塔是自己，岸也是自己。听到他说出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蒋云知道他对自己已经做了充分的背调。穿着工作服现身，也是为了模仿我之前当记者时候的穿着。你博得我的好感，现在应该已经很少会有人穿着那样的马甲去采访了。您说的对，的确是这样。而之后拿出精心准备的影集，才是成功打动他的关键。看着自己曾经当记者的珍贵照片，蒋云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内心也被深深的触动。他告诉许妍，自己早就知道他接近自己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成功了。如果说刚才的一切都是有套路的话，我想这份礼物绝对真诚。谢谢你，我很喜欢。妻子在里面为了帮丈夫费心劳力，而丈夫却在外面端着酒杯望着前妻的妹妹出神。看到他为了帮自己去跟那群豪门富少花花公子陪酒，沈浩明心里还是有些难受。可许妍不也是为了你在里面应酬吗？没见你有丝毫的过意不去，反而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应当。等到许妍跟着蒋云一起出来，并且悄悄地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后，沈浩明知道他已经拿下了对方，随后就上前去趁热打铁的说要让许妍给他做一个专访。听到这话的两人明显都是一愣，蒋云没想到这个沈浩明如此急功近利，而许妍心里也有些不舒服，这摆明了利用，还没提前跟自己说，把他当什么？而就在这时，沈浩明看到方雷捂着嘴巴不舒服的离开，扔下许妍就悄悄跟了过去。看到对方正趴着吐，沈浩明赶紧贴心送上纸巾，一脸心疼的模样。真期待今晚你跟许妍的离婚大戏。喝杯热牛奶，暖暖胃。谢谢浩明哥。司新剧最新一集，隐藏最深的陈伟霆终于不装了。你为什么要骗我呢？说到骗这个字，你根本没有资格，没有立场来质问我。原来他早就知道许妍的身份是伪造的，之所以一副深情人设，不过是想利用许妍的公众形象来帮他跟父亲夺权。赞成沈浩明加入董事会的请举手。董事长，您还有一票。许妍一再拒绝诈骗犯周泽远的融资请求，让他穷途末路，越发疯狂，擅自将许妍的真父母请到荆州，想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而父亲在知道许妍骗婚后也是十分生气，不光说要去跟沈家认错，还要跟他断绝父女关系。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奢望过你们能够理解我。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跟他在一起。许妍大胆激进且开放的话语让老一辈的父母无法接受，这可怕的女儿还是他们老乔家养出来的吗？而许妍也告诉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应该姓乔。我叫许妍。这话把乔父给气得当场就说跟他断绝父女关系，然后便扬长而去。许妍跑来找到周泽远，将卖车的钱拿给了他，可显然这点钱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可许妍却表示自己只能拿出这么多，如果他想无休止的敲诈自己，那大不了就鱼死网破。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许妍的话彻底的激怒了周泽远，在他转身的瞬间便抓住了他的头发。如果真坐牢，
有你陪着也挺好。为了快点更新视频，没时间做饭了。还好我发现一个便宜的平台，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最近我都是靠闲鱼的省钱神券，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一下1000万，要不再来一下？原本许岩已经做好了被他揭发一切的准备，可就在这时，周泽远的电话却响了起来。看到是沈浩明打来的，他赶紧得意的在许岩面前接听了起来。沈浩明让自己的秘书告诉他投资计划已经通过，这让周泽远欣喜若狂，但他却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沈浩明给他设下的圈套。他会找一个职业代理人，合约的事情代理人到时候会跟你联系。不过沈总可向你保证，这笔钱3个月内会分次打给你。明白。而奇怪的是，在这次联系过后，周泽远便再也没有出现在许岩的面前，并且两人自从4个月前发过最后一条消息后，也便没有了下文。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许是被抓了，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了。他就这样消失得无声无息，干净利落。在之后两人吃晚饭的某一天，许岩无意间看到了周泽远因为财务造假、非法集资以及聚众赌博被抓了，而听到消息的沈浩明似乎并没有觉得意外。许岩看着他似笑非笑的表情，若有所思。就在这时，沈浩明问了一个让他十分害怕的问题：是不是把车卖了？许岩没想到自己的行踪对方了如指掌，那么他的过去会不会沈浩明也早就知道？想到这里的许岩寝食难安，最终在深夜里还是决定来找他想要坦白，但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便委婉的用自己朋友来代替。可当他问到自己这个朋友应该怎么办时，却被沈浩明直截了当的说一定建议他这个朋友继续瞒下去，就应该一直隐瞒下去。可是我觉得没有可是，你跟你朋友说，有时候一旦坦白了，婚姻就像长了一根刺一样，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两人看破不说破的交流暂时将这一页给接了过去，而沈浩明此时也暴露出了为什么明知许岩身份也要跟他结婚的目的。远航基金蒋亮、蒋云，我邀请了他们来到金达的酒会，你要帮我提前做功课，给蒋云留下一个好印象。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谢谢黄总。镜头语言真的太绝了，谎言一旦开始就需要无数个来源，就像两面镜中反射出的许岩一样。此刻的他已经被谎言给折磨得体无完肤。许岩伪造高知背景固然不对，可周泽远的趁人之危才更加卑鄙无耻。要说现在唯一能拯救许岩的除了他自己，那就还剩下他扮猪吃老虎的好命老公沈浩明。你认识很久了？但是这么多年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展，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的确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但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我和许岩的家人特别熟，我经常跟叔叔阿姨聊天，越洋电话。周泽远强行闯入两人的约会，不光让许岩十分反感，更加让沈浩明很是生气。他心里一直很清楚许岩的真实身份，当然知道此刻的他正在被这个男人无耻的威胁。可为了不戳破这一层窗户纸，或者说还没有达到他想利用许岩的目的，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于是他只能配合着把这场戏给演完。我们公司投资很多行业，只要是好项目都可以聊。太好了。周泽远一直在说着投资医疗领域的事情，许岩则一直找借口不断帮沈浩明拒绝，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之后，他便只能借口上洗手间。而当他离开的瞬间，沈浩明终于不装了，我把武功的项目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说完再聊。好。沈浩明的突然变脸让周泽远只能到洗手间门口堵许岩。他不明白许岩为什么要一直挡着他的路，这点钱对于沈家来说根本就不会伤筋动骨，就当是消财免灾也好，亦或者施舍穷人也罢，对于他许岩又能有多大的损失？可许岩的想法根本不是他这种人能明白的。为此，周泽远开始变本加厉地威胁起了他。你老公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给他远在国外的岳父打电话呢？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我会承担我的后果，你也别小看。周泽远看着许岩决绝的表情，只能做出让步。他表示自己可以不逼他去找沈浩明要投资，但这笔钱就必须由他私人来出，还说只给他1晚上的时间考虑，否则就去网上曝光他的一切。友情提示一下，一个被债务缠身的人。周泽远的一丝丝妥协，也给了许岩半分喘息的机会。既然他想要钱，自己又不用去伤害丈夫，那现在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沈浩明送给他的这辆车。而此刻的沈浩明已经拿着周泽远的名片，让人开始调查他的背景。全剧隐藏最深的人终于要开始出手了。我不可能会帮你的，你的事情自己去解决。爷爷，这么晚在跟谁打电话？工作电话。许岩不知道刚刚的话有没有被沈浩明给听到，看到他下楼往自己这边走来，而此刻的手机还在不断的弹出消息，许岩只能把手机给藏到身后，
在借口工作上的事情，自然的环抱着对方，将手机给迅速的关机。而在那边得不到回应的周泽远气急败坏的做出了更加疯狂的事情。还是那句话，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做错了不要紧，大不了我们再做一次。周泽远来到车库围堵许岩，此刻的他已经被逼入了绝境，根本顾不上装什么绅士风度的，开始大声咆哮。资金链已经完全断了，工资发不出来，投资人也在查我的财务，公司马上就要暴雷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死的话，一定会拉着你的，你听见了吗？周泽远不依不饶的不想就这么放过许岩，幸好此刻跟他约好的乔林及时出现，他一把推开对方，并且说周围全是摄像头，这才让周泽远不甘心的迅速离开。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但许岩知道周泽远一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两人已经来到荆州。等许岩抵达酒店房间，赫然发现周泽远也在现场，他居然请来了许岩的父母。小燕来了。许岩看着他那令人生厌见兮兮的笑脸，再看了看父亲脸上严肃的神情，就知道他一定说了什么。没能想到赵露思新剧里的女骗子嫁入豪门才几个月，就让曾经无比精明的婆婆心甘情愿交出了家里的生杀大权。用吓人的话来说，就是你现在啊，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此刻的许岩才认识到，原来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被这一家人需要，大到买房买车，小到吃喝拉撒，婆婆已经当起了甩手掌柜，可女骗子还乐此不疲。事情交给你妈去放心。许岩隐瞒身份是不对，可豪门既要又要能怪谁？长得漂亮，重视细节，还百依百顺，提供情绪价值，娶到这样的媳妇，即便是陈伟霆也乐此不疲，奖励了一辆保时捷。可怀璧其罪，往往总会被有心之人利用威胁。提包公司的骗子被戳穿了身份，一点也不害怕，只因他掌握了眼前女人最大的秘密。我的公司需要融资，而你嫁入了豪门，帮我一把，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你的那对假父母的确挺像高知精英的，不过我也理解，没有这些光鲜亮丽的加持，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会非常难。面对周泽远巧妙地说成我们是一类人，许岩根本不吃他这一套。自己虽然说了谎话，可对所有人都没有坏心思，不贪图沈家一分钱，没想过构陷任何人。但人性害怕失去的弱点，不得不说被他给精准拿捏了。许岩此刻已经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应对此事，那更要往后处了。该怎么办？是选择妥协给点好处让他闭嘴，还是自己先发制人，主动跟沈浩明承认一切？许岩自此回家后，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权衡利弊，可周泽远似乎不愿给他占据主动的机会，居然借由富泰圈打入内部，开始登堂入室。你怎么才来啊？等了你半天了。哎呀，我出门就是慢。兰姐，给你介绍个新朋友，周泽远周先生，他是科技界的新星。兰姐您好。你好。经常听马总提起到您，您叫我 Randy 就行。Randy， 这位是兰姐的儿媳妇许岩。许小姐，您好。周泽远装作不认识的试探逼宫，许岩根本来不及思考，只能被对方给牵着鼻子走。看到他衣冠楚楚的在那边装模作样，许岩浑身都感觉不自在，借口起身去加一些水，想要离开，可周泽远却紧跟其后追了上来。许小姐，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我是跟你聊呢，还是跟你婆婆聊？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都会发现漏洞。他会不会注资，得看你这个枕边风是怎么吹的。周泽远表示自己并不是要巨额的投资，只需要很小的一笔，他想要的并不是单纯的金钱。在投资圈能拿到多少投资，跟从谁手里拿到投资，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事情。简单来说，他就是想借沈家这个大树招来更多的森林。你想用他的名声为你圈更多的钱，对吗？许岩直白的话让周泽远露出了一脸的见笑，这个女人远比想象的要聪明。我突然发现，聪明的女人看起来真性感。你真恶心。再明确一点告诉你，不可以。许岩，乔岩，这么叫你才显得咱们俩更亲热。许岩没想到他连自己姓甚名谁都调查得一清二楚，终于有些沉不住气地说他这是在敲诈勒索。周泽远笑了笑，表示大家彼此。面对这种无赖，许岩也失去了风度，直接一壶水便泼了上去。干洗费会算到投资款里的。眼见许岩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周泽远选择乘胜追击，想要一举拿下投资，于是再次擅自做主，闯进了他跟沈浩明的约会之中。可也正是因为对方的不知轻重，让许岩找到了对付他的契机。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泽远，是许岩的好朋友。你也来这里吃饭？许岩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我事情太多了，忘记跟你说了。没事。
新剧里的许岩究竟能有多聪明？曾经的同事冒充科技新贵上门求投资，看着对方偌大的公司以及名贵低调的衣着，差点就让骗界鼻祖的他着了道。我知道你嫁给了金大集团的沈浩明，这次突然来找你，就是希望通过你认识你老公。如果有机会和金达集团达成合作，对我公司的发展将会有莫大的帮助。本来作为曾经的朋友，许岩十分乐意帮助对方，要是能合作共赢，何乐而不为？不过本着负责的态度，让他将近几年的财务报表给拿出来看看。可恰逢此时，投资代表到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我可约了你好几次了，太难约了。这批设备你只能留给我。许岩看到来投资送钱的人络绎不绝，还在为能单独帮老公拉来合作项目而感到开心。但没想到在去洗手间时，却听到了这群员工不过是临时请来演戏的谈话。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往这一坐，啥也不干，一天500的，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就是一家皮包公司。许岩没想到居然有人敢班门弄斧，当即来到公司大厅，让员工给自己演示一遍机器流程。可对方却连开关在哪都搞不清楚。这好像在维护，我去找那个工商部的王部门。转过头来看着眼前假装忙碌的各类形形色色，许岩笑而不语。而旁边卖力打着业务电话却连电话线都没接通的女演员，更是让他差点笑出了声。敬业是挺敬业的，不过可惜遇到了自己。进一步来到办公桌前，看着桌上文件栏里摆满的文件盒几乎全都是空壳，许岩已经心中有数，想着该怎么来对付这个骗子。许岩，抱歉啊，久等了。王总回去了，咱们到办公室继续聊。看到对方还想继续骗自己，许岩看了看表，找了个借口，说着后面聊，便迅速离开了这里。男人看着眼前被翻动过的文件盒，看来已经被发现了。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并没有觉得意外。而接下来带着姐姐跟丈夫沈浩明单独吃饭这件事才是真正的挑战。许岩深知自己这个姐姐除了话多还是社牛，要是在吃饭时一不小心说漏了嘴，那他苦心经营的名媛人设都将付诸东流。可现实就是你越怕什么就会来什么。我们爷爷从小学习就好，读书特别用功，你说他学习也好，那以前在学校里面那是学霸，也是校花来着，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喜欢他。乔林不停的嘚吧嘚，让许岩紧张的差点将地板都给扣穿。而沈浩明也从话中听出了不对劲。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记得爷爷跟我说过你老家在山西晋城。空气瞬间凝固，乔林也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尴尬的边笑边想着如何圆谎。想了半天，他只能说当时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好，留级到了许岩的学校一起读了2年。而许岩为了不让乔林再继续说话，便假借一会两人约好要去逛街，让大家快点吃。而乔林之所以对着沈浩明不停地说着许岩有多爱他，不过是想为妹妹在以后谎言被揭穿的那一刻能有一条退路。许岩知道他的好意，于是即便他是个大嘴巴，也还是让他以后可以经常来找他一起吃饭。哎呦，不怕我现在话多搂不住就给你惹麻烦了。我很爱他，他能感受得到。你也太自信了吧，这男人很粗心的，你以为他什么都懂，实际上万一人家什么都没感受到怎么办？许岩其实除了隐瞒了父母背景的谎言，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他对父母的偏心，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想要。他想要被人关心，想要被人照顾。对于家人，他从来没有恨意，只是有着一口怨气不能平复的生疏。感受到姐姐对他的关爱，他也十分的享受这一刻的温暖。许岩在陪沈浩辰训练骑马时，对方意外从马上跌落，把腿给摔伤了。从手机里的画面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就是故意弄伤自己的。许岩猜测他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家人的关注，并且不想去国外。许岩劝说的话被躺在病床上装睡的沈浩辰给听到了，两人的关系也因此而得到了缓和。看着沈浩辰画画时所展现出来的阴暗一面，许岩诚心的让公公婆婆一定要腾出1天的时间来陪一陪他。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模样，沈浩明知道这一切都是许岩的努力。为了感谢他，还特地选了一辆保时捷来当做礼物送给他。许岩原本以为一家人能就这么开心的生活下去，但没想到之前他送给周泽远的体面，对方是一点都没要，还死皮赖脸的纠缠着他要投资。你这儿所有的员工都是临时演员，你没有做任何的实体业务。被你看穿，我一点也不惊讶。毕竟请临时演员的套路，你比我熟悉。你太过分了吧！我没有想到你无理取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有谁不知道我跟他关系不好？你一直看不上我，跟我抢嘉宾、抢排播、抢化妆师，我都可以忍了。这什么意思？你想做什么？你太离谱了！伪造身份嫁入豪门的许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遭到了女同事的嫉妒，竟然处心积虑的想曝光他，拍了一个电视节目让他名誉扫地。之所以会有泄露的风险，都要从一则新闻说起。当时他们意外看到有一期女子竟然隐瞒真实家庭背景，先后跟3个男人办了婚礼，从中收取了巨额彩礼和产房，而且女方及参加婚礼的100多名宾客全部都是临时演员，还好行迹败露，被警方抓了起来。然而女同事却在一张新闻照片中竟然离奇的看到了许岩的父亲，怀疑的种子瞬间在他的心中滋长。他明明记得许岩在刚刚入职的时候就说家里只有一个在乡下的姥姥，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高知父亲。对于这件事情他一直有所怀疑，于是马上找到了参加过婚礼的经理，将现场照片悄悄地发给了自己。
随后顺藤摸瓜，既然真的让他找到了那个神似许岩父亲的男人，开始游说对方参加自己的一档节目。只不过他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小人得志的心态，既然得意洋洋的开始预告，说自己接下来的节目一定会让许岩终身难忘。随后顺势找到了经理，找借口说自己的助理主持临时有事儿，叫许岩帮忙代班。所有的布局已经完成，大戏即将登场。他以一则曝光网络的骗婚新闻作为开头，请到了作为灵眼的演员讲述案发经过。见到这一幕，女人只好强装镇定，她倒是要看看这个女同事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却没有想到对方真的拿她婚礼的照片开始现场对比，说许岩就是靠着这一招才嫁入到了豪门。如此的来势汹汹，女人只好率先开口，说这个女同事就是对她心怀嫉妒，和她抢嘉宾、抢排播、抢化妆师，她都可以忍了，现在竟然开始在这含血喷人。她有证据证明两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因为眼前这个男士他的脖子上有一块胎记，而他的亲生父亲压根并没有。这些给到的资料都要尽快的。不好意思，你这是？哦，胎记打小就有，从明天开始必须遮起来。啊，没问题。我父亲没有胎记，这回相信了吗？串通好了是吧？在这给我做局呢！直接一杯水扔了过去。他没想到女同事人品竟然如此的低劣，简直在这丢人现眼。然而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布局，还是要怪女同事按捺不住心中的欢喜，莫名其妙给和他来了一个节目预告，这才让他瞬间提高了警惕。随后他马上找到了那个假父亲，和对方提前通好气。当然了，这次节目也只是一次录播，并没有搬上大荧幕。不服气的女同事准备和徐岩打嘴仗，叫他不要嚣张，自己一定能够找到他的把柄。然而不料也是此时，电梯突然响起，她的豪门老公突然出现。也是在这一刻，许岩瞬间戏精上升，开始用恶毒语言激怒他。就算我是骗子，我也有能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成功暴走的女同事直接当场甩了他一巴掌，这一幕刚好被她的富豪老公看在了眼里。这还得了，对方竟然当着他的面开始欺负他的老婆，马上从口袋里拿出了自己的电话。陈林，通知法务部放下所有手头工作，在3楼会议室集合。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追究他的责任。他叫孙思维。豪门阔少出手，他相信这个女同事在电视台已经蹦跶不了多久。许岩也顺势接替了对方的位置，成了一名黄金时段的新闻主播。我叫许岩，我来探望您，带了桂花蛋糕。你是小偷，我不是小偷，你要来偷我的东西。奶奶，我不是，你要偷我的素食。于奶奶，你要偷我的素丸子，我来给你送素丸子。于奶奶，我来送素丸子。好不容易靠着自己精心编制的谎言嫁入豪门的许岩，做梦都没有想到，都成了豪门媳妇的她，现在还要来养老院照顾老人。对方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压根认不清他到底是谁。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很有耐心，陪老人家一块拍视频，陪他一块清晨运动，甚至还要帮老人家洗头搞卫生。只不过做这些也算是一种补偿，他自己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姥姥留在了乡下。但是即使现在他结婚了，也不敢叫对方来大城市住，生怕自己贫穷女孩的身份曝光，被赶出豪门。你瘦了啊？是不是太累了啊？没有，都是妈不好，是妈连累你了，闺女。老人家此时默默地从眼角掉下了眼泪，即使在疗养院的条件再好，他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如此温暖的亲情了。然而两人融洽相处的这一幕也被城中富豪黄总默默地看在了眼里。他从秘书的口中得知，许小姐已经来这里照顾他岳母1个多礼拜了。即使有诸多繁琐的事儿，这个许太太都没有抱怨过。人心都是肉长的黄总怎么可能看不出自己的岳母很喜欢眼前的这个女孩？马上找到了许岩的老公，说他找了一个好老婆，事业美满，尤其是娶了一个贤内助，一直暗中帮你。帮我？黄总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不是你让你爱人去照顾我岳母的吗？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这些话从竞争对手的口里说出来，让男人很是震撼，马上就体会到了老婆这么做的良苦用心，顺势就和眼前的黄总谈起了合作项目。世丰的竞争对手明远集团，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处于2虎相争的时刻。如果现在首科加入了世丰的阵营，完全可以说是强强联手，明远势必败北。首科手握着地皮，也可以借助着世丰来升级整个公司的架构，将来公司必定可以崭露头角，拿到进入核心圈的入场券。打完球
一起吃个饭，到时候详聊。许岩虽然出身微末，但是他极度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在豪门靠美貌是存活不下去的，他必须时时刻刻体现自己的价值，比如利用豪门太太的身份旁敲侧击的为自己的老公谈合作项目，这样他才能长久的立于不败之地。这块地还是不要操之过急，按照你爸爸意思来。我爸不点头，手铐黄总也不敢跟你冒险合作，对吧？好了，别多想了，他是你爸爸，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你着想的。晚上他约了世峰的人来家里吃饭，你脸上不要挂着情绪啊。许岩好不容易嫁进豪门，老公就面临事业上的打击，他在公司资金有限，且话语权不足，更过分的是被业界统称为太子爷。本来要和其他集团的老总谈合作，但对方就是摆架子不肯见他。许岩见到这个场景，也给予了他独处的空间，但富二代竟然开始在他面前露出生气的样子。为了替男人解围，晚上许岩带着老公来到他小时候做的手工旁。一个小熊，一个小窗户。他看着窗户外面，躲在这里，感觉很孤单。可能他是想把所有的失望和不开心全部藏起来，躲在这儿慢慢消化，只把开心的一面展现给其他人。许岩为了这个手工，给他安了一盏小灯，希望可以驱赶那些不开心的阴霾，不再这么孤单。随后他告诉男人，知道他对自己好，但不需要他把所有的坏情绪、坏消息都跟自己隔绝。他很想替男人分担他的压力和焦虑。到了次日，许岩就来阔太这打探消息了。首科地产的黄总，这个人难搞得很，而且非常古怪。古怪的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要不说小许你聪明呢。女人听她老公说起过，这个黄总跟他爱人感情特别好，在他们那个圈子是出了名的疼老婆。后来他的爱人得了重病，黄总就什么生意都不顾了，陪着他爱人国内国外的寻医问药，最后他的爱人还是没保住。男人受的打击不小，整个人脾气都变了，也一直都没有娶。那这么听起来的话，这个黄总人蛮好的，人品不错。梅玲姐，你还知道他家有什么亲人吗？亲戚也可以。应该没什么人了吧？他们夫妻俩也没个孩子，不过他的岳母还在。听说这么多年，黄总也一直在尽心尽力的照顾，还准备给老太太养老送终，但这个老太太倔得很，非要住到养老院去。黄总拿他没法子，只能随了他的意。这个圈子里啊，有什么事情是您不知道的吗？不多。后面许岩靠着打听来的消息，直接找到了黄总岳母的养老院。老太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当他看到老太太从盒子里拿出素丸子，女生便想起了小时候经常叫姥姥给她炸。这不是你嘛，非要吃炸素丸子，这道菜的功夫，哎呀，多得很，得慢慢来。后面从护理人员口中得知，老太太每天用花盆里的土做成泥丸子，说这是她自己做的素丸子，怕她误食不安全，便趁着她睡着把泥球拿走。但她醒了以后发现不见了，又哭又闹，还说是给女儿留的。最后啊，他这个爱人还是没保住。我们发现啊，他确实没有吃，我们就随着他的意了。老太太想自己的孩子了。到了晚上，许岩就从姥姥这学做素丸子的步骤，她想通过黄总的岳母来拉近和黄总的关系，这样她老公的生意或许还会有转机。赵露思新剧开播，就靠美貌攀上了富二代。为了能够早日嫁入豪门，她无时无刻都陪着对方，随时随地的演出自己柔弱，让男人心疼。空调关一下。好。为了这个女孩，富二代不仅让自己受罪，就连全员工也难逃于此。开完会后，女生又开始柔弱起来，当众人一离开，她就立即晕倒，感冒说到就到。男生将她送进医院后，一直守在她的床边，寸步不离。要多喝水。你以为她只靠美貌上位？当然不是，所有的步骤都在她的计划之中，用自己娇小且楚楚动人的人设，让男人欲罢不能。男人一步一步的陷了进去。这手上的创口贴也是对方担心他拔针之后会流血，特意贴上去的。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男人的芳心。但两人如果要到谈婚论嫁的那一步，就必须过了父母这关。她就是许岩，我的女朋友。于阿姨您好，我是许岩。我总听浩明提起你，今天终于见面了，欢迎你。坐啊。当女生第一次踏进豪门时，未来婆婆就特意支开儿子，想要替儿子把把关。虽然富二代叫母亲照顾好她，但女生自己也特别有眼力见，主动的替长辈添起水。然而这些都是小考验。接下来急忙走过来一个未来婆婆的朋友，两人互相介绍之后，这个朋友就盯了一眼她的位置，女生便让给了她，随后站在了旁边。这时富婆们跟她搭起话，问她喜欢狗吗？接下来的话就是指桑骂槐。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还行啊，好挺聪明的，布丁多好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又有谁听不懂呢？但女生却选择隐忍，甚至帮保姆端起了盘子，
后面两人畅聊起来，保姆甚至都狗眼看人低，暗讽他和这里出出进进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女生以平时工作太忙，所以没有时间打理。后面保姆告诉她，这些富婆经常去做一种头发护理，做完了以后头发亮得跟缎子一样。也就是这时，未来婆婆出现了，她支开了下人，开门见山地吩咐女生帮她去会所取晚餐。如果是会所的话，是不是可以让她送过来？我不太喜欢陌生人到我家里来。女生听懂了，但为了能够嫁进来，她也再一次选择隐忍，毕竟能留下来就有机会上位。不料未来婆婆再一次出击，今天人多，也没法跟你好好聊聊天。一会儿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我会告诉浩明的。这个婆婆没有看上她，但是那又怎样？女生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此情况之下，婆婆约她周六出去，两人单独聊聊。到了吃饭那天，女生为了能够融入富婆的圈子，竟然听从了保姆的话，主动的去做了那个头发护理。她势必要嫁进豪门，本以为这次十拿九稳，想不到对方竟然又叫了一个女生。从他们谈话得知，对方是做金融工作的，行为举止大方得体，不仅在工作上能支持他儿子，两个家庭结合更是强强联手。你觉得这些女孩怎么样？都很好，而且个个才貌双全。像这样的女孩才适合浩明，马上和浩明分手，免得自讨难堪。富婆不喜欢弯弯绕绕浪费彼此的时间，虽然她的形象和学历都很优秀，工作也不错，但是她的家境不好，因为上次在一起相处这么久，她从头到尾都无法融入，一句怨言也没有，即便自己让她拿外卖也没有脾气，被人怠慢还要保持微笑，劝她找一个和她步伐一致的人，配不上她优秀的儿子。为了能够嫁进豪门，女生再一次编织了一个谎言。 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他们从小教育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教养和风度是基本的礼貌。只是我没有想到在您看来是胆怯和隐忍。国内我的工作都是靠我自己，很少提及我的父母，家境不好，我只能说您看错了。女生从小就是靠谎言来打造自己的完美人设，所以这一次也不例外，并且告诉婆婆，即使看不上她，也不会和她儿子分手。脱口而出的谎言，就像她干枯毛躁的头发，像枯草一样层层堆积。于是为了圆一个谎，第二个、第三个接踵而至，外表看起来蓬松庞大，内里却早已失去水分和弹性，一触即碎。真的爱我吗？当然。爱我什么？全部。我很清楚，眼前这个男人满足我对丈夫的所有想象。女孩许妍原本只是电视台的一名小小的节目编辑，在一次人物采访中，植物学家许浩明成为了她的采访对象。为了能够接近对方，她假扮了前来应聘的工作人员，对植物龙舌兰说得头头是道。这很快的引起了男生的注意，他从这个女人眼神中看到了向上攀爬的欲望。女生正以为这次的接近成功的时候，却没有想到男生的一句话，瞬间打破了她的幻想。明天来上班吧。好的。不过你来我这儿，那你的工作怎么办，许小姐？许妍小姐，你人很聪明，节目做得很好，演技更是一流。为了接近我，学习了这么多龙舌兰的知识，也动手学习怎么培育它，保密工作也做得不错。从你的衣着还有简历，普通的人根本看不出你是假的。一直联系我们的助理欢欢，在微博上发了你俩的合照。即使男生对她颇有好感，但是不接受采访是他的原则。正准备赶她出去的时候，不料女孩直接从包包里拿出了一份礼物，著名的植物学家伊丁老师本人制作的剪刀。之所以能够洞察到男人的喜好，是因为他上次来店里看到了工作人员用了同牌子的土叉。看来你对我真的做足了功课。不过好像也没什么用。话不能这样说，这么贵重的限量版你能找到，说明你花了不少心思。我也有一份礼物给你。然而让女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她打开发现竟然是一瓶桂花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女孩一直以为他才是那个默默布局的人，不料所谓的刻意接近又何止是他一个人。他看过女孩的文章，外婆的眼睛不好，却一大早开始收集桂花，放学回家远远的从窗外看到了她带着老花镜在烘焙着花瓣。外婆和她说，如果过了花期，花瓣就不甜了。他从女孩的文字中读出了她的真挚感情，想着她应该会很喜欢这个桂花蜜。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示好，一时之间让许妍有点小鹿乱撞。
她一直以为男生不会接受她的采访，但是却没有想到第2天就收到了他的短信，叫他来公司见面。她以为对方不过是一个喜欢摆弄植物的艺术家，但是当她看到这高耸的大厦以及精美的办公室，在这一刻，她才得知原来对方是一个隐形的富二代。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嫁入豪门，编织谎言成为了她的毕生目标。我爱沈浩明，他是第一个让我明确感受到被爱和被坚定选择的人。哪怕有再多阻碍，我也要牢牢抓住这份爱。赵露思新剧出生在偏僻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没有光彩，只有父母因为她是女孩而常年不散的冷漠与嫌弃。是姥姥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为她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却无比温暖的天空。记忆里，姥姥总是对她说，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更要读书，将来去大城市活出个人样来。当她成功的考虑大学，姥姥会将所有的积蓄全部给她。这是这些年姥姥存的钱，密码是你的生日，拿着。我不用，上大学的生活费我也有。再说了，学费你都帮我交了。妍妍，听姥姥的话，你不是喜欢跳舞，喜欢弹琴吗？姥姥还听说了，大学里还有很多兴趣班，这都是要花钱的。你说你找了这么多老师，那技多不压身啊！来，拿着。大学生活并非坦途，同学们都在享受多彩的青春时，他的身影永远穿梭在兼职的路上。他做过家教，在餐厅端过盘子，发过传单，辛苦挣来的每一分钱，他都精打细算，但每月雷打不动的都会寄一部分回去给姥姥，谎称自己在另一边够花。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倒是你在外面读书，那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吃饭你不许给我省啊，多喝牛奶，多吃鸡蛋，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你也要补充啊，对吧？我知道，我现在这份兼职工资挺高的，而且我今天又找了份新的，工资更高。你放心吧，你就是在老家吃好喝好就行啊，我放寒假就回来。毕业后，他留在了这座城市，成为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微薄的薪水，在高昂的物价面前，大冬天的他也宁愿站在冷风中，等着最后一班公交的到来。每次给姥姥的通话，总是报喜不报忧，描述着一个光鲜亮丽的大都市生活。但挂掉电话后，是无尽的空虚和焦虑。当他亲眼目睹了城市的繁华与残酷，看到有些女孩凭借美貌或家世轻易获得他需要奋斗很多年才能碰到的资源，他开始精心编织一个全新的自己。偶尔结识了一位富二代，恋情发展顺利时，乡下的穷母亲打来了电话。怎么了？妍妍，我和你爸爸想了好几个晚上，你的婚礼我们还是想参加，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我们的女儿。他眼中闪过一起决绝，不仅将母亲的备注改了，还推掉男友和他一同回乡探望姥姥的要求。他用了多年的时间，从泥泞中爬起，为自己穿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现在谁都不能阻止他成功的步伐，便独自回到乡下找姥姥，想让他帮自己劝说一下父母。随后说起这次来的真正目的。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吃了多少苦，姥姥心里最清楚。你的婚礼，姥姥一定让你办的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姥姥，荆州太远了。女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也很难受，但姥姥太善解人意了，也懂了她的意思，并且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就不去了。叫孙女结婚后，哪天有空回来将结婚照带回来。她挂在屋里面，天天看着两人那多开心。然而，当女生打开冰箱那一刻开始，她瞬间泪水无限，全部都是姥姥给她做的桂花酱。她的爱很沉重，许妍的眼泪再也绷不住了。回去的路上，她想尽的承诺：等我毕业找到工作，在荆州站稳脚跟，一定接你到荆州跟我一起住，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将来有了男朋友，他要是不同意，我就休了他。我结婚的时候，您必须做主桌。你安排的好，姥姥听你的。这一次，他放姥姥鸽子了，暗示常觉得亏欠，来自小城的卑微底色，来自姥姥的呼唤声。他必须守住用谎言构筑的一切，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无论多难，都要走下去。女孩许妍靠着编织谎言伪造身份，终于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富二代。她一直以为自己从此以后就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却万万没有想到，她那爱的那个男人竟然在结婚当天和公司所谓的干妹妹在泳池深夜幽会。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你是说那个女人吗？
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那个许妍心机深得很。说到这个女人，许妍就曾经在公司看到过两人卿卿我我的一幕，但是她并没有大吵大闹，只是不动声色地给男生发去了短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公司楼下，给男人留足了面子。她不想管男人曾经有多少的暧昧对象，但是现在她要结婚了，她必须为自己的婚后生活扫清障碍。得知那个干妹妹报了厨艺班，假装凑巧和对方偶遇，一句浩明的未婚妻率先表明了她自己的身份。没想到这个女人段位倒也很高，开始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和她老公关系亲密。我是她学妹，以前在伦敦的时候我们一起上学，而且我们家跟浩明哥家是世交。这么说的话，就是认识了很多年了。16岁，16岁就认识，所以是亲妹妹嘛。许妍找了一个她厨艺很棒的借口，想约她一块吃个饭，却不料在餐桌上这个所谓的干妹妹处处放冷箭，说她年纪小，浩明哥怕她太想家，又怕她被老外欺负，一有空就来看她，处处照顾她。他把你当成妹妹，照顾你是应该的，他还应该做得更好才是。女人又开始不依不饶，说在公司她和浩明哥是一个项目，以后大事小事又要麻烦他了。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见怎么激将法，许妍都不为所动，她开始以退为进，说干哥哥能娶到她这么优秀的新娘子，自己真的很替她高兴，不知道她能不能也去参加婚礼，充当他们的伴娘。然而听到这个，女生只是淡淡的笑了笑，既然对方如此的喜欢找虐，她倒是可以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好啊。婚礼如期的举行，两人拼命的在她面前晒着恩爱，让这所谓的干妹妹内心很不是滋味。一开始许妍以为状况就只有这一个，但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好友的父母也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这可怎么办？她花钱雇来的演员冒用了这个教授的身份，如果让未来公婆得知，那这场婚礼就变成了灾难。她正寻思着该怎么去支开二老，避免露馅的时候，没想到她老公和公公恰好从大厅走了出来，看到了这一幕，她只好急中生智，率先开口：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大学同学的父母，这位是我老公，幸会，这是我公公，幸会，和我的父亲。你好，大喜的日子，恭喜各位。小夫妻真是般配。在敬酒环节，他一直心不在焉，眼神一直都在这对教授夫妇身上，生怕他们说些什么引起了公公怀疑的话。男人也察觉到了他的不安，竟然主动的叫他过去和他大学同学的父母亲打个招呼。他默默的拍了拍这个假妈妈的后背，和他使了使颜色，对方马上机智的将红酒泼到了教授的身上，让他被迫快点离开了婚礼现场。最后在婚礼的那天晚上，他目睹到了自己的老公和干妹妹在泳池幽会，但是他丝毫不在意，因为能做豪门的妻子，他就已经做好了不在感情上幼稚的准备。今天你在婚礼上面的协助已经非常卖力了，也没必要有任何的发散性想法，大可不必。如果你酒醒了，快点回去吧。我要结婚了，我没有打算邀请你们来我的婚礼，我的户口本上只有我跟姥姥。你这话说的太伤人心了，毕竟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除此之外呢，你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的。做子女的怎么可以论父母的对错？一心想嫁入豪门的许妍，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要攀上枝头变凤凰的前夕，乡下的穷父母竟然跑了过来。当初姐姐和乡下的穷男友分手后，男人不甘心，跑到他父母那里诉苦，梁老头瞬间大发雷霆，女儿已经成年了，他们还插手对方感情的事情，这时他们才想起自己还有个小女儿，便想着给她打个电话。殊不知许妍为了这场婚礼已经找好了新父母。一会儿去试礼服，这家店我已经去过了，你们只能试这2套。记住，少说话，保持礼数。试完礼服之后，浩明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跟我们回家来，一到家你们就说荆州有朋友要提前走。明白。也就是这时，亲生父亲的电话刚好打过来，看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号码，他没有选择接听，架不住梁老头担忧大女儿的安危，连夜来到大城市，并且还从姥姥那边打听到了小女儿的地址。而许妍带着假父母、假身份，正在和豪门一家商量婚事的安排，却在不远处看到亲生父母，这可怎么办？好不容易攀上的高枝，他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穿帮，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啊！于阿姨，你听我解释。我知道了，你的名字是假的，书香门第的身份也是假的，父母也是假的，对不对？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说了多少谎话？这一切都是女人的想象。还好这时富二代想起，今天三叔下飞机来他们的婚礼，并且是5点的航班，也就是这时未来的公公婆婆准备去机场接亲戚。然而偏偏这个时候，亲生父母见到了他，为了不被拆穿，
许岩急忙将他们送上了车，最后一刻亲生父母才赶了过来，看到刚才和他招手的是集团的老总，急忙询问女儿怎么认识这么有钱的人家。二位是？我们是他爸妈，你们是？啊，我们是婚庆公司的。啊，恭喜恭喜啊！刚才那几位就是你们未来的亲家和女婿。听到这个，亲生父亲大吃一惊。此刻许岩也不装了，坦白的告诉两人自己要结婚了。亲生父母很生气，为什么女儿结婚，他们叫未来女婿是谁都不知道，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当场就呵斥他。你太放肆了！不要以为你在大城市就是人上人了，就可以瞧不起父母了。许岩和他们挑明了说，自己根本没有打算邀请他们来自己的婚礼，毕竟他的户口本上只有他和姥姥两人，除了是他的亲生父母，从来都没有在意过他，爱过他，并且还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很快两父母通过小女儿给的地址找到了大女儿，当他听到妹妹要结婚了，并且还不让爸妈参加婚礼，立刻去找了她，却在门口意外的见到妹妹请的演员，并且还给自己安置莫须有的家庭身份。原来你一直在撒谎啊！你找人假扮你的父母，你还一直跟外面人说你父母是在国外生活着。然而许岩很清楚，只要姐姐不说出去，就不会有人知道。目前他只想把自己嫁进去，骗不骗对方一辈子，那都是后话了。阔太给他儿子介绍的女朋友都很优秀，如果他不这么做，肯定嫁不进去。他知道这样让人瞧不起，也承认这样有错。没有遇到男人之前，他的人生都是灰色的。你的撒谎他就是错的。那如果我不撒谎的话，他们就会逼我跟浩明分手。我辛辛苦苦在荆州打拼换来的一切，也全部都会化为乌有。我不努力吗？我很努力，可是有用吗？所以我才不想要成为曾经那个可以被人随便抛弃、随便看不起的人。人生不过就几个重要的节点，自己要是把握住了，之后的一切都会顺风顺水，但要是没把握住，想再翻盘就更难了。事业和爱情许岩都要，谁说的非要一穷二白去证明真心？随后拿出自己的手机，如果姐姐实在想要揭发他，不如就现在。于阿姨，我给您买了最新款式的围巾，不知道您会不会喜欢？下次我也可以。徐小姐买的什么呀？我看看。羊绒围巾啊！哎呀，徐小姐，你搞错了。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纯色款，她不喜欢印花款的。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女孩许岩企图嫁入豪门，刻意买了贵重礼物送给未来婆婆，却没有想到遭到了对方的白眼，而且还有意无意的说她的东西太过于廉价。阿兰，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急着订婚期。看来要取得豪门婆婆的欢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身份可以假冒，但是豪门品味不是一时之间她可以学得来的。于是瞬间灵机一动，和保姆成为了好友，开始打听起婆婆的那些豪门姐妹，才得知她们可是很有话语权的。以前少爷也谈过几个女友，被这一群阔太七嘴八舌竟然搅黄了，提醒他一定要搞好关系。听到这个女孩，马上主动的将2箱樱桃放到了保姆的购物车中，叫她也带给自家孩子吃。于兰和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接受我，要嫁给浩明，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家庭、这个圈子。我能依靠的唯有主动出击。有了这条线索，她开始跟着未来婆婆来到了网球场充当了球童。但是即使是这样，豪门阔太也丝毫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只是本能的觉得这个女孩城府很深。还好她细心发现，其中有一位太太似乎权力很大，所有人都争相的巴结她，想为自家丈夫的生意添砖加瓦。也许这个阔太会成为她破局的关键。她用自己记者的身份查到了这个阔太喜欢昆曲，于是投其所好找到了老师。他的确出身很低，但是天道酬勤，他可以为了自己的目标不吃不喝的努力练习。做完了这些准备之后，他以票友的身份接近了阔太，成功的和对方成为了朋友。这种以爱好为出发点的接近不着痕迹，瞬间打消了对他的防备，而且还意外的听到阔太似乎正在帮自己的儿子找国际学校，对方的校长迟迟没有和他见面，准备直接做个节目撮合对方。莱茵国际学校的校董也会去。你调查我，为您分忧罢了。不通过你，我也可以认识他。以您的能力，当然可以认识这些人，但想要迅速的建立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如果通过一档节目，自然而然的成为朋友关系，百益无一害。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很快的得到了阔太的好感。这好话从其他人的嘴里传到了未来婆婆耳里，可是很具震撼力的，而且他还特别会做人，将婆婆的一众好姐妹纷纷的邀请上他的节目，完全满足了对方的虚荣心。随着他在阔太圈渐渐站稳脚跟，拉到了大的赞助，
她在电视台的地位也逐步上升，既然直接抢到了主持人的位置，将曾经那些看不起她的同事踩在了脚下，女人实在气不过。她明明记得当初她刚来电视台的时候，简历上写着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变成了高知家庭了？那股子从小山村出来的穷酸味她不可能感觉错，本能的觉得在她的身上肯定有着什么样的秘密。然而让女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婆婆的公司竟然收购了那个毫无责任感她父亲的房子，这可怎么办？万一让两人接触到，她假豪门千金的身份就会曝光。她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只有一直站在起跑线上，才会有起跑的资格。女生3年的心血全部扑在了工作上，即使这样，要转成主持人的时候，机会被关系户给抢掉了，而她却变成了随时可以被裁掉的临时工。经过这件事，她看清了事实，也明白一个道理，只有一直站在起跑线上，才有起跑的资格。所以她用一个又一个完美的谎言，将自己打造成精英人设、优质家庭，成功的嫁入给了富二代。本期的家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辛苦了，四位姐。什么破流程录这么长时间？现在的女主持人不仅嚣张跋扈，甚至不把工作人员放在眼里，不停地挑剔女生的毛病，这些她都只能一一忍气吞声，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应付和她不对付的婆婆。这天阔太带着闺蜜发去消息，让她赶紧过来看房子，结婚需要婚房。即使她不喜欢这个女生，架不住儿子非她不可，然而她却因为堵车来晚了一些，婆婆便当着朋友的面直接教训起她。今天好不容易约了孟总陪咱们一起看房，你还让别人等那么久。孟阿姨，不好意思。没事儿，那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穷乡下出来的女生对于选房这些一窍不通，便和婆婆商量，要不问一下她儿子的意思。一旁闺蜜竟然开始搭话，像买婚房这种事情，肯定的婆婆做主。他们年轻人对房子没什么概念，房子的朝向、楼层这些肯定不懂。过几年得要孩子，是不是要考虑好怎么布局，装修什么样的风格？如果房子一旦买得不好，对婚后生活影响非常大。谢谢你，孟阿姨。买房子肯定是听袁阿姨的。我刚刚的意思就是想说，要不要让浩明过来一起看看？不用，他那么忙，我们替他做主就行了。闺蜜看出来了，这个女生不经常看房，没什么经验。随后婆婆想起她曾经说过的谎言，她父亲是学建筑学的，那应该从小耳濡目染，让她从专业的角度看看这几套房子哪套更合适。女生实在想不到，这个婆婆竟然3天一小考，5天一大考。作为乡下人的她，那里懂什么专业的角度，只能慌张地翻着户型图。婆婆越看越觉得这个女生以前的话是骗她的，但要巧不巧，富二代这时刚好赶过来。妈，阔太认为这是女人告诉他的，但儿子却称因为想女友了。问了司机才知道在这里，一猜肯定是母亲要替他买房，便着急赶了过来。因为房子他已经买好了，一直没有说，就是想给女友一个惊喜。之后强势的将女友从母亲面前带走。如果不是他突然的出现，曾经的那些谎言肯定会被戳破。富二代对于这个女友那是爱不释手，想将所有的好东西都买给她。甚至听说了他在竞争女主持人，还知道现在的女主持人性格跋扈，爱向母亲告状，叫她不要担心，这些自己都可以帮她解决。他有家人的支持，自己老婆也必须有。你让我认识了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男人，谢谢你爱我。不过工作上的事情，你要相信我，我可以解决。女生许妍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嫁进豪门，亲姐就给她惹上麻烦了。这个事儿不用你帮我，我自己可以解决。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拿什么解决？当初姐姐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撞伤了胳膊，然而去到医院的那刻，给她治疗的医生竟然是她高中暗恋的校草，但当时校草喜欢的却是她的妹妹。于一鸣，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谈恋爱，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我就想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时隔多年过去了，男人依然对许妍恋恋不忘。既然老天让他们再次遇到，他通过姐姐联系到了妹妹。当男人见到对方手上戒指的那瞬间，明白两人已经不可能了。你结婚了？上个月。虽然有点晚了，祝你新婚快乐。很快妹妹将姐姐带回了家，看到她和几个女生合租的房子，并且还重新找了工作，对方铁定心要留在大城市。既然如此，帮她换个大房子，希望她不要给自己添任何麻烦。5班，我忘记告诉您，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当听到邻居是高中暗恋的男神，姐姐马上改口，那个让她整个高中时代都偷偷心跳的男生，现在就住在自己隔壁。目光相遇的瞬间，她愣住了，有些心动从未走远，只是被岁月妥善保管。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温柔地提醒她，青春里那个闪闪发光的人
依然值得所有美好。与此同时，他乡下的前男友从母亲口中得知，前女友家穷的叮当响，竟然在商业街买了一个门面，而且是全款，怀疑用他们家的彩礼。两人既然分手了，母亲逼着他把钱追回来。当前男友给女生发去消息，对方已经将他拉黑了，打电话过去也是一样的，认为被羞辱的他直奔大城市去，竟然在许岩公司旁的一个餐厅找到了他。你想缓和我和乔林的关系，但时间已经太长了，真的没必要。乔林现在分手了，一个人在荆州住，他住在你隔壁，其实我放心多了，但是就是要麻烦你照顾照顾他。那就你放心吧，于情于理，我应该好好照顾乔林。谢谢。乔岩，你为什么让他照顾乔林？他谁呀？乡下男见到这幅场景，认为自己女友和他分手，都是这个妹妹在背后挑唆的，在餐厅里面大声吵闹，甚至想上手对许岩施暴，还好被男生给阻止了。在乡下男咄咄逼人的时候，许岩见到和自己不对付的同事来了，急忙称带他去找姐姐，而女同事见到这一幕，还想挖掉新闻出来，不料男人根本就不搭理他，而许岩并没有把男人带到姐姐那去，只是告诉他两人已经分手了，不允许他去干涉姐姐的生活，至于收的彩礼钱，自己会帮他还。但乡下男竟然来脾气了，他现在不要钱了，只要人，如果见不到他姐姐，无非就是天天去他单位闹，去他婆家闹，让所有人知道他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随便你。然而许岩根本就不怕他的威胁，在他的内心家人还是十分重要的。当姐姐知道了这个消息，瞬间无语，乡下男简直是个神经病，一直都瞧不起他，还说自己帮不了他升官发财，现在又要污蔑他出轨，往他身上泼脏水，想去和他当面对质的时候，被妹妹叫住。他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感情是否忠诚，但他父母在乎的无非就是钱，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解决好。这样一来，就算他还要来荆州闹，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与此同时，许岩的老公得知了这件事，派人去调查乡下男工作情况和人际关系。很快，姐姐前男友乡下的父母就收到了一笔巨款，既然钱回来了，他们也不打算追究，便想叫儿子回来。爸妈，我要是不弄明白乔林是不是因为外边有了别的男人才跟我悔的婚，我坚决不回去。可下一秒，男人就被领导给叫了回去，而领导也是收到了上面的命令。就这样，他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召回。以后啊，别有事没事请假，对你自身影响不好。假冒千金的许岩终于如愿以偿的和富二代男友结婚，两人一块来到乡下看望女生的姥姥。对方是知道有姥姥这个人的，但是他还是很担心，生怕老人家说错什么话，所以尽量避免他们两人单独接触。姥姥，您常一个人住在家里，那妍妍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姥姥啊，这个你最喜欢的这张给你带来了，我给你挂在卧室最显眼的地方。快去啊，这都是油烟味儿，你别在这儿站着了。他一直盯得很紧，生怕自己露馅。但是姥姥看到他现在已经幸福，有些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他不得不说，那就是许岩的父亲前段时间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肺上长了个肿瘤，虽说是良性的，但是毕竟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也说不好。现在是见一面就少一面，不如自己陪他回去看看。然而听到这个，许岩只是选择沉默，并没有回答。然而到了第二天，奶奶有意无意的开始和孙女婿聊天，她知道许岩伪造了身份，你知道这个秘密迟早会掀开，但是她还是恳请孙女婿以后多多担待。小婶啊，妍妍呢是从小跟着我长大的，我就是一个乡下老太婆，能教她的不多，她的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些臭毛病，如果她犯了什么错，你就多包容，行吗？行，一定给她一次改正的机会，好吗？当然可以了，姥姥，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这里。曾经的那个家，许岩是不会再回去了，但是他还是默默地放了一张银行卡给自己的父亲，当作是他的医药费，算是护住自己内心最后的一丝善良。他如此的警备提防，婚后的生活也如履薄冰，但是她的老公似乎已经为她付出了真心。男人在城中最繁华的地段买了一套四合院，准备当做礼物送给她。这么大个城市里面，有这样的一方天地，进来一下就抚平了所有的焦虑。真的蛮好的。我跟你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好，那你说说你是什么角度？来，你看，这里所有的水电，要重新修一遍。你后面是厨房、洗手间、防水，还得重新弄一次。谁的院子你这么熟悉？你的。以后你就是这个小别院的女主人，你能通过工作认识嘉宾，扩大交际圈，这很好。但仅仅在节目里面的相处还有相识是远远不够的，
节目外面的相处还有关系，还需要维持。听到这个，女生直接呆愣在了原地。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么一份大礼，甚至男生还开始为她婚后的事业做起了谋划。她意外看到梁柱上留下的前房主画身高的横线，内心有些许的触动。在那个曾经的家，父母亲把所有的关注全部给了他的那个姐姐，一直将她视为透明人。男人很快察觉到她情绪上的变化，叫老婆从包包里拿支口红给她。曾经的那些遗憾，自己往后会在婚后的生活中一件一件亲切地帮她抚平。看到这一幕，女生不免红了眼眶。也许曾经那些不好的回忆，真的可以让她拥有幸福的这一刻彻底冲淡。她必须牢牢地守护住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